我在这片雪山上寻找一种很特殊的雪花。这里是日本的北海道，每年的雪季，这里的山脉都会铺满这样的雪花。它造就了北海道久负盛名的雪场经济，而它的名字叫做粉雪。但这片雪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故事，它关系到北海道正在面临的极端气候。有时候是破纪录的大雪，有时候却降雪不足，这让一些雪场陆续倒闭。但这不仅仅是北海道正在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地的雪场都在因为降雪不足，有的倒闭，有的改用人造雪。而这正在改变全球的冬季运动，用越来越先进的造雪技术去创造滑雪的条件，打造属于未来的滑雪场。但网上很多人都告诉我人造雪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替代粉雪的，它标志着顶级的雪质，这让我很想搞明白到底粉雪有什么特别。所以我们专门来到了北海道，就是要解开粉雪背后的秘密。这期视频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内容也希望你看完之后会觉得，粉雪真的挺有意思的。OK， 要找到粉雪我们首先需要这样一张非常精美的北海道地质图。这是1985年画的你看到这些很丰富的色彩，它都是用来标记在北海道有哪些可耕种土地。而除此之外这些白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山脉。而我们要看的重点在这里这片位于北海道中心的大雪山火山群，这里也是人们俗称的粉雪带。它连接着 Asahikawa、Furano、Tomamu 还有 Sapporo 这好几个滑雪场。这里海拔最高的就是旭岳它是北海道的最高峰，也是一座活火山，高达2291米，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0度左右。高海拔还有低温是形成粉雪的两个重要条件。当空气里的湿气随着海拔越爬越高，它就会迅速凝结，然后在山脉的另一边形成非常干燥的粉雪。这也叫做地形抬升是高海拔降雪的一个地理原因。而我们来到了这片粉雪带的尾端，在 Sapporo 亲眼看到了这里降下的粉雪，以绝美的姿态铺满了整座滑雪场。从空中看下去还是蛮震撼的。来一堆雪，感觉怎么样？很软吗？软，捏一下。很 powdery。她是我们的颜值担当莉莉，而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北海道，在这里感受日剧《First Love》一样的迷人景色。粉雪很特别的就是它很细，细得像粉一样，没有多少水分，所以你摔在上面它不会把你的衣服打湿。我们在这里登雪山学滑雪，在过程中也摔了不少次。OK， 这里的粉雪其实对这里的滑雪场来说非常的重要。刚刚那个向导跟我们说等到1月的时候这边所有的植物都会被粉雪覆盖，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滑雪但是对于很多属于低海拔的滑雪场来说，命运就不一样了。因为呢，只有那些高海拔的滑雪场他们才能有粉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没有粉雪的话，这里就没有游客，然后就不会有收入。但话说回来我要怎么才能知道这些雪场里的雪算不算粉雪呢？毕竟它看起来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对吧？那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镜头把这些粉雪的结晶拍下来，看看它的真面目。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个体，没有一片是重复的。这是1855年美国摄影师威尔逊·班特利拍了5000多张雪花后留下的一句名言。它完美对称的六边形树枝形状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典型的雪花模样。而我想知道北海道粉雪的形状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原本以为像我们这样子去那个雪山里面拍雪花，应该没有几个人做到的。但没想到将近90年前，日本的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就是在北海道收集他的雪花素材的。在1954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雪的结晶》这本书。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人工造雪的人。你看这个图表就是以他命名的中谷图，描述了雪花形成的一些规律。当温度低，可是湿度较高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这种常见的树枝状的雪花形态。但只要湿度越来越低，就会出现非常干燥的板状小雪花。但是我才发现，当我们去了北海道之后，要拍到这种照片真的非常不容易。要么就是雪太大，你很难拍到独立的一颗雪花，就不断的有雪花叠起来。我还记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雪花融化的速度其实挺快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快点捕捉的话，其实就那一片很好的雪花突然间就融化了，然后你就要找新的一片，然后新的一片如果相机太慢，它又会融化。所以为了看到粉雪的雪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特别准备了老蛙这颗微距镜头，搭配尼康 Z9 来记录粉雪的真面目。OK， 但是我们拍到的那个雪花其实长得又跟他们不大一样了。这个是比较像那个树枝状的，像那个圣诞节树上的装饰品。但是你看它的周围有很多结冰了一样的样子。对对，有点像白糖一样。它特别多颗粒。这种已经非常接近那种板状雪花了，但是它的边缘还是非常的粗长。我要是只看这个图片，我应该不会觉得它是雪花。特别像灰尘，特别像灰尘一团灰尘。说实话啦，就是我之前拍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失望。我也有点害怕，因为我怕你拍不到，你就会一直往下拍。因为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种预期中的样子典型的那些跟我们相差太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日本气象局的报告，对，他们也在观察当地的雪花，他们的照片跟我们有特别类似的特点。我研究后才知道这些其实是被霜覆盖后的雪，在雪花上的这些颗粒都是结冰的水滴，而这种雪就比粉雪更厚也更潮湿。OK， 这份报告的解释就是说是因为全球暖化，所以呢这些雪花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如果继续暖化下去的话，那粉雪可能就从此消失了。虽然在这些照片里，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拍到真正的粉雪，但它需要是很干燥、很轻盈的雪花。有一种指标叫做雪叶比，比方说降雪的厚度是10厘米，而它融化成水之后是1厘米深，那这就是10:1，属于一般的常见雪质。而粉雪的雪叶比要达到20:1以上。那我们现在的造雪机能不能生产出这样的雪花呢？我这里有一张人造雪的结晶照片，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和粉雪长得完全不同。因为人造雪的原理就是把水用高压喷射到冷空气中，让它迅速冻结，结成雪花。但它就很颗粒化，因为它根本没有时间去长出完整的雪花形状。结果就是这些人造雪比较硬，一点也不蓬松。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就用的全是人造雪。你看这就是当时用的造雪机。冬奥会总共动用了350台这样的造雪机，来为那些比赛场馆造雪。这个庞大的造雪工程在冬奥会开幕之前就已经用掉了1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400个标准游泳池。现在如果你到张家口这些人造雪场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冬季旅游景点。在2022年当时的游客人数是200万，而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600万人，你就知道人造雪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了。当然除了中国以外，许多国家的雪场都在用人造雪，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有一些国家特别离谱像这个沙特，他们就计划在沙漠里面建雪场，这个计划就叫做 Trojana， 用人造雪打造一个36公里长的滑雪坡，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话说沙特有很多这种计划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展开来聊。但看到这些雪场的出现我一方面是觉得很科幻，
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个技术和能力啊，完全靠人造雪在这些地方建造滑雪场。但我也很惋惜啊，就是像北海道这样漫天粉雪的场景，或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就真的看不到了。所以这支视频啊，我觉得可以算是我想要保留住粉雪样貌的一次记录吧。你在吐什么？雪花？这雪花吃进去了，有什么味道？太少了，可能要地上拿一坨吃。OK， 好，那我们这次就聊到这里啊。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呢，就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喽。